为什么人越老活得越憋屈？大半辈子走过来，风雨都经历了，本该越活越轻松，可偏偏到了该享福的年纪，心里的包袱反而越来越重，睡不着，吃不下，心里攒着怨，看什么都不顺眼，想什么都不舒心，去医院查遍全身，大夫说你没大病。今天我要告诉你，你确实是病了，但不是身体的病，而是心病。说白了，这叫业力现前，是你这大半辈子起心动念一点一滴结下来的果啊，晚年的苦。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两件事没有看透，第一件事叫做什么都要争，第二件事叫做什么都怕失去。这两根毒刺扎在你心里，你不拔出来，你哪怕住进金山银山里，你也是活在阿鼻地狱。真的本质是拿刀子对着世界，最后反噬的全是自己。怕的本质是把姻缘当私产，缘分尽时，必然撕心裂肺。你以为房子、票子、孩子都是你的，其实你不过是个临时的住客，借这几十年体验一场罢了。你们要晓得，你为什么那么怕失去？因为你在骨子里头，在潜意识里错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你的，你以为房子、票子、孩子都是你的，你甚至觉得你现在这个身体也是你的。可是诸位啊，你稍微静下心来，用点智慧想一想，这个世界上哪有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是真正属于你的？你现在的这副肉身跟昨天的你的还是同一个你吗？你身上的细胞每天都在生生死死，你昨天的念头跟今天的念头都不一样，连一个固定不变的你都找不到，你又怎么可能死死占有外面的东西呢？所以啊，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大智慧归结到最后，其实就是在教我们怎么拔掉这两根毒刺。怎么拔？我送给大家8个字，这是人生至高的境界。你哪怕听懂了一半，你这辈子的晚年就有福了。这8个字就是心若不争，天必助之。很多人听不懂，说南师啊，你教我们不争，那不是让我们当缩头乌龟吗？那不是让我们躺在那儿等死吗？什么都不去争取，别人骑到我头上了我也不管。你完全理解错了，千万不要把不争当成了懦弱。真正的不争是尽人事顺天命，该做的事认认真真做，该担的责踏踏实实担着，但不对结果攀援，不对他人强求。我跟你讲，人的眼光永远是短浅的，你脑子里盘算的那些小九九，你以为你选了一条最好走的路，你以为你死死抓住的那个人是你下半辈子的依靠，其实那都是你在这3尺见方的小天地里瞎算计。你要知道，老天爷的安排永远比你自己的选择要高明10000倍。你看不透的时候，你觉得老天爷是在欺负你，你觉得命运对你不公平，你丢了个工作，你觉得天塌了，你生了场大病，你觉得老天爷没眼。可是如果让你活到80岁、90岁，你再回过头来看看你走过的这一生，你才会恍然大悟，当年那个失去简直是老天爷在救你的命啊！你以为关上了一扇门，你急得拿头去撞墙，其实老天爷在旁边早就给你开了一扇大窗户，而且窗外的风景比门外好得多，只是你当时在气头上，你只顾着在那儿争，在那儿哭，你根本没看见。所以想要晚年过得安宁，想要把你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病痛怨气化解掉，你必须从今天开始学会顺应天道。在我们人生的这条路上有几件事情，那是万万不能去争的。你在这几件事上只要一动念头去争，你就破了。你这辈子的风水
你就漏了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报。这几件事关系到你的家庭，关系到你的社交圈子，也关系到你在这个社会上的安身立命。那么咱们普通人最容易在哪跌跟头，最容易在哪动肝火？诸位，你想想看，是不是就在你每天睡觉的那个屋檐底下，是不是就在天天跟你一口锅里吃饭的那些亲人身上？家是我们每个人这辈子最大的道场。你们要晓得，人在外头往往还要戴个面具，装一装客气，可是门一关，回到家里，面对自己的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亲生骨肉，那个本性就全暴露出来了。很多人一辈子在外头唯唯诺诺，是个老好人，回到家里却成了一只刺猬，见谁扎谁。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家里安全，觉得不管怎么闹，家人都不会离开他。这真是天大的愚痴啊！我告诉你们，家庭里的契机是最敏感，最容易被破坏的。在家里有3件事你绝对不能争，你一旦争了，你家里的风水就破了，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也就漏光了。首先，绝对不跟父母争口舌。你想想看，父母是什么？父母是你这棵大树的根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读了几本书，懂得点现代科学，回过头来嫌弃父母老土，嫌弃父母没文化，父母说一句他顶10句，父母哪怕是出于好心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他马上就要跳起来，引经据典的去反驳，非要证明父母是个老糊涂，自己才是真理的掌握者。你争赢了这个口舌有什么用呢？老人家嘴巴上说不过你，心里头那个气血就堵住了。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间是有因果气运的，你把生命的根源给顶撞了，你自己的气脉怎么可能顺畅？你赢了道理，却折了自己的福寿。所以面对父母，不管他说什么，哪怕他真的说错了，你笑一笑，点点头，说一句您老说的对，我记下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孝顺。孝首先就是要顺啊，顺了老人的心，你自己的命运自然也就顺了。其次也是最要命的一点，绝对不要跟伴侣争对错。我常常讲，家是讲情的地方，绝对不是讲理的地方。很多人一辈子没搞懂这个道理，把家当成了法庭，把老伴当成了原告和被告，天天在那儿辩论。我给你们讲个实实在在的事，有这么老两口，都是退休的初中老师，这老两口40年了，从来没有摔过一个碗，也从来没有动过一根手指头，在外人眼里那是模范夫妻。可是你真走进他们那个家，那个气场啊，就像个冰窖一样，冷飕飕的。为什么？因为这位女老师一辈子太要强了，凡事非要分个绝对的对错。老伴在厨房切个土豆丝，他也要进去纠正，你这个刀法不对，受力面积不均匀，炒出来口感不好。老伴去超市买瓶酱油，没买他指定的那个牌子，他能拿着酱油瓶子站在客厅里，给他讲上半个小时的道理，从添加剂的危害一直讲到做事不用心。这位女老师口才好啊，逻辑严密，每次争论男的都说不过她。到了最后，老伴干脆不说话了，女的在那儿指点江山，男的就叹一口气，两只手往下这么一搭，垂着头走到阳台上，看着外头，一句话不说。女的觉得，你看我讲理讲赢了吧，他没话说了吧，他根本不知道，这叫冷暴力，这是最可怕的家暴气场。人心里头憋屈啊，那个气机是不流动的。老伴常年这么憋闷着，中医学上叫什么？
叫肝气郁结。那股气在五脏六腑里头乱窜，找不到出口，最后全郁结成了毒。就在前年冬天，一天半夜里扑通一声闷响，女的惊醒了，开灯一看，老伴倒在卫生间门口，冷汗直冒，半边身子已经僵住了。送到医院一查，重度中风，半身不遂。现在呢，男的坐在轮椅上，嘴眼歪斜，话都说不清楚了，口水顺着下巴往下流。女的每天端屎端尿，给他擦身子喂饭。有一天夜里，女的推着老伴在小区里散步，看着轮椅上那个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的男人，她突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她悔呀，她争了40年的对错，回回都争赢了，可是赢来的结果是什么？是她亲手把老伴的健康给气没了，是她把自己本该安享的晚年变成了天天伺候病号的活地狱。你们说她到底赢了什么？什么都没赢，全盘皆输。诸位啊，夫妻之间哪里有绝对的对与错？你左手摸右手，还要分个谁对谁错吗？他今天菜炒咸了，你就多喝2口水。他今天话说重了，你就当他是工作累了，心里烦，你退一步，他不就海阔天空了吗？你非要拿着放大镜去挑他的刺，非要用刀子一样的嘴去割他的心，最后这个恶果还不是得你自己来尝，这就叫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最后在家里绝不跟子女争辈分。什么叫争辈分？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总有个我直放不下，潜意识里觉得你是我生下来的，你是我养大的，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是儿子，你就得什么都听我的，动不动就把长辈的价值摆出来，子女哪怕稍微有点自己的主意，或者用平等的语气跟你商量个事，你马上就火冒三丈，你个白眼狼，敢教训起你老子来了。我告诉你们，时代不同了，佛法教我们要无我，就是要放下这个虚无缥缈的自我价值。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因缘，他有他要走的路，他不是你的附属品。你非要在儿女面前争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威，非要让他们像提线木偶一样顺着你的心意活意，结果就是越争越生分，越争心越远。到了最后，哪怕逢年过节，儿女提着大包小包回来看你，大家坐在客厅里也是大眼瞪小眼，没说2句就吵起来，最后不欢而散。你守着空荡荡的大房子，除了暗自抹眼泪，你还能干什么？你把那个做长辈的价值放下来，把儿女当成平等的忘年交，不去强求他非得按照你的心思来办事，你家里的气氛立马就活络了，儿女反而会真心的尊重你，亲近你，不争这个虚价值，你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亲情。所以啊，家庭里的这笔账你们一定要算明白，家里头的气场一旦因为争执给破坏了，你个人的运势、身体的健康全都要跟着遭殃。但是咱们很多人在家里头倒是憋住了，不跟老婆孩子吵了，可只要这大门一开，一走到外面，遇到那些7大姑8大姨，遇到那些老同学旧朋友，心里头的那个虚荣心就像杂草一样又疯狂地长出来了。你们要晓得，亲戚朋友是个什么缘分？那是宿世的缘分，凑到一块儿了，有的报恩，有的报怨，你跑去跟他们比穷富争面子，那就是在惹祸。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间的烦恼
很大一部分来自嫉妒心。你以为你穿金戴银回去，在饭桌上抢着买单，人家会真心恭喜你。我告诉你们，除了你亲生父母，这世上真没几个人盼着你过得比他好。你坐在酒桌上吹嘘你儿子一个月赚几万，你孙子考了名牌大学，你自己每个月拿多少退休金？你是在干什么？你是在招人的恨啊。人家表面上端着酒杯，笑得像朵花一样，嘴里说着哎呀，老王你真有福气，嫂子你真是好命，可是心里头呢早就在骂了，什么东西当年连饭都吃不上，不就是走了狗屎运吗？看你能得瑟到哪天。这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嫉妒心怨恨心在暗地里就变成了一股股黑气，恶念磁场全部冲着你家就来了。你家那点好风水能扛得住这么漏吗？这叫漏福。你争来的那个面子全是不属于你的假有，不仅没用，反而成了穿肠毒药。你们别以为这是我老头子在吓唬你们，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历史里，因为争面子而丢了性命，甚至丢了江山的太多了。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冤大头，你们都知道，西汉那个西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大本事的人物，力拔山兮气盖世啊！当年他带着兵打进了咸阳，把秦朝给灭了，满地的金银财宝，全天下的诸侯看着他都两腿发软，跪在地上不敢抬头。那时候他手底下的谋士韩森赶紧跑来劝他，韩森急得满头大汗，指着外面的大好河山说，霸王啊，关中这个地方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土地又肥沃，咱们就把国都定在这里，这天下也就是您的了。你想想看，这是实打实的万世基业啊，手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这不比什么都强。可是项羽怎么做？他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金银绸缎，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什么天下苍生，他想的是江东老家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叔伯兄弟左邻右舍。项羽眉头一皱，大手一挥，很不耐烦地甩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项羽现在发大财了，当大官了，天下无敌了，如果我不穿戴得整整齐齐，回老家去让那些亲戚乡亲们好好看看，那不就像是穿着一身华丽的绸缎衣裳在大黑天里走路吗？谁能看得见我多牛啊？我不回去显摆显摆，我这跟没发财有什么两样？为了争这么一口气，为了回老家摆阔争面子，他干了什么蠢事？他竟然把咸阳城一把大火给烧了，大火烧了整整3个月。他自己呢，带着大车大车的金银珠宝美女，浩浩荡荡回江东炫耀去了。那个劝他的谋士气得直跺脚，骂他是木猴儿官。项羽一听，直接把谋士扔进锅里活活煮了。结果呢，这个天下最核心的战略要地直接拱手让给了刘邦。刘邦捡了个大便宜，躲在关中暗中积蓄力量，笼络人心，最后垓下一战，10面埋伏，4面楚歌。项羽带着几十个骑兵被逼到了乌江边上，拔剑自刎。那一刻，项羽冷汗直冒，看着滔滔的乌江水，他仰天长叹，说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其实他哪里是无颜，他是被自己那可怕的虚荣心给反噬了。为了在老乡面前争个虚名，把实实在在的江山给丢了，把自己的命还有8000子弟的命全给搭进去了。你们现在想想看，过年回老家
去同学聚会上的那个做派，跟2000多年前的项羽有什么区别？你为了让那些平时800年都不联系的人高看你一眼，在那儿强撑着争面子，你就算真赢了，人家虚情假意夸你2句，你能多尝一块肉吗？你那个银行存款能多出一个0吗？你的血压能降下来吗？什么都得不到，反而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这个道理很简单，真正有大福报、有大智慧的人都是藏起来的。你要学会什么？学会和光同尘，跟亲戚朋友坐在一起，你就穿得普普通通、干干净净就行了。人家说他家发财了，你就笑眯眯的给他鼓掌，夸他能干。人家问你过得怎么样，你就打个哈哈说，哎呀，勉强糊口，最近还添了一身的老毛病，天天往医院跑。正发愁呢，你这么一示弱，把身段低到泥土里，人家的嫉妒心瞬间就没了。人家不仅不恨你，反而觉得你这个人实在，甚至还会反过来安慰你几句。你这叫什么？你这就叫顺应天道，这叫保护自己的磁场，这就叫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保命。把别人眼里的面子丢掉，把你自己的里子捂得严严实实的，这才是真聪明。我们在亲戚朋友面前把这个面子放下了，懂得了不比穷富，你算是躲过了一劫。但是人活在这世上，不仅有亲情友情，你还得在社会上讨生活打交道啊。很多老朋友说，南师啊，我都退休了，不谈职场了，可你还得去办事吧，你儿女还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吧。你们如果遇到那些手里有权曾经提携过你的贵人或者领导，或者遇到那些胡搅蛮缠见不得你好的小人，你又该怎么处？这里头的生死玄机一着不慎，那可是要满盘皆输的。我告诉你们，不管你是退休了，还在外头发挥余热，还是你家里的儿女正在单位里头拼死拼活的干，有2点不争，那是保命的底线。你做长辈的一定要讲给孩子们听。第一，遇到提携过你的贵人，遇到手里有权的领导，绝对不争名利高低。你想想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当年在单位里干了大半辈子的老伙计，心里头常常有一股怨气。哎呀，这个项目明明是我熬了几个通宵干出来的，怎么最后功劳全成了领导的？他就是个挂名的，凭什么奖金拿大头，面子全归他？我不服，我要去跟他理论，我要把属于我的名气争回来。你们要晓得，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那就是灾难的开始。老祖宗在易经里早把这个道理说透了，叫做亢龙有悔。一条龙飞得太高了，把头顶上的空间都占满了，不给别人留余地，那接下来必定就是往下栽，而且会摔得粉身碎骨。在这个社会上，谁是你的天？能给你饭碗，能提拔你的那个人，暂时就是你头顶上的天。你非要跟天去比高低，非要证明自己比领导还聪明，比贵人还有能耐，这叫什么？这叫功高盖主。你把名利全揽到自己身上，显得你光芒万丈，那你把你头顶上的人置于何地？人家稍微动动小手指，在背后给你穿双小鞋，你半辈子的心血就全泡汤了。在这件事上，秦代时候的大将军王翦简直是给我们留下了教科书一般的智慧。有一年，王翦奉命去攻打楚国，出征那天，秦始皇亲自到灞桥给他送行，多大的排场啊！王翦手里握着大秦帝国整整60万精锐大军，这可是倾国之兵。
国家的家底全交给他了。大军刚开拔，队伍浩浩荡荡往前走，王翦坐在颠簸的战车上，眉头紧锁，根本不看前方的路。突然大喊一声停，他马上叫来心腹，连写了5封密信，派快马加鞭送回咸阳给秦始皇。信里写的是什么国家大事吗？根本不是，信里全是鸡毛蒜皮的讨价还价。大王啊，我年纪大了，您得多赏我几块咸阳城外最好的肥田，还要几个带祠堂的大宅院，我要给我的子孙留点家底啊。底下的副将实在看不下去了，凑到王翦跟前，压低声音抱怨：老将军，咱们带着60万弟兄去前线拼命，脑袋全别在裤腰带上，您这时候天天跟大王要房子要地，显得多贪财多丢人啊，传出去咱们这张脸往哪搁？王翦一听冷笑了一声，一把揪住副将的衣袖，咬着后槽牙说：你懂个屁，大王生性多疑，现在把全国的兵力都交到我一个外人手里，他晚上躺在床上能睡得着觉吗？他怕我造反啊，我如果在底下表现得清高无私，什么名利都不争，连房子地财都不要，大王心里就会琢磨，你连钱都不要，那你想要什么？你是不是想要老子的江山？到了那时候，咱们这60万人还有活路吗？我就是要拉下这张老脸，去跟他争几亩破地，让他觉得我王翦就是个胸无大志、贪财顾家的俗人，他才能彻底对我放心。听明白了没有？这就叫自污，用看似俗气的不能再俗气的要饭举动，主动放弃了高洁的名声，绝不跟君王去争那个不求名利、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王翦失去了面子，甚至背上了贪财的骂名，但他保全了60万将士的命，保全了自己家族的百年富贵。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跟上位者争，把功劳、名声、面子全捧给对方，你以为你吃亏了，其实你换来的是对方的安心，是你自己实实在在的平安。说完了怎么对付上位者，咱们再来说说在社会上遇到那些胡搅蛮缠的小人，遇到那些烂人烂事该怎么办？我告诉你们，第2点保命诀窍，绝对不跟小人讲道理。咱们有些老人家脾气耿直，一辈子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去菜市场买个菜，遇到个缺斤少两的小贩，或者在小区里散步，遇到个蛮不讲理、随地乱扔垃圾的无赖，非得冲上去跟人家掰扯清楚，非要用大道理把人家说服，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上的众生根气是千差万别的，有些人的心性那个磁场就是一团发臭的烂泥巴，你穿得干干净净，一身正气，非要跳进泥坑里去跟一堆烂泥巴打一架，非要给烂泥巴讲什么叫干净，结果呢，烂泥巴还是烂泥巴，你却惹了一身的腥臭，洗都洗不掉。遇到小人千万别去争那个对错，他骂你一句，你笑一笑，转头就走，他占了你2块钱的便宜，你全当是给路边的野狗扔了块骨头。你别觉得这是懦弱，你想想看，那个小人天天靠着算计别人，坑蒙拐骗过日子，他的心肝脾肺肾里头全都是毒气，你过去跟他争论，气得面红耳赤，血压飙升，最后他顺口撒个泼，躺在地上讹你一笔，你1个月退休金没了不说，万一急出个心脏病，你这条命是不是就交代在这儿？为了几块钱，为了几句闲气，把命搭上，你这笔账算得过来吗？遇到烂人烂事，迅速抽身，
这就叫止损。别人拿走了你一点小便宜，你不用恨他。老祖宗讲吃亏是福，这不是一句安慰人的空话，这是宇宙里最精确的因果法则。你在小人那里吃了1分亏，你的业障就消了1分，他在你这儿占了1分便宜，老天爷就在他那个生死簿上给他记下了一笔烂账，用不了多久，他那股子恶气自然会有更凶更恶的人去收拾他。老天爷的算盘打得比你精明多了。所以跟外头的人，哪怕是最高位的领导贵人，最低贱的无赖小人，咱们明白了因果，都能咬咬牙不去争，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对不对？可是人这一辈子最难过去的一道坎，其实根本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摸着自己的胸口问问，你这一生有没有因为失去了一段感情，错失了一个赚钱的机会，或者得了一场大病，而在心里头死死地揪着不放，天天跟自己较劲，跟自己过不去。你想想看，你是不是经常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想，哎呀，当年那个房子要是没卖，我现在早就是千万富翁了。或者想那个发财的机会，我当初怎么就没抓住呢？甚至为了一笔借出去没收回来的烂账，为了一段被辜负的感情，你在那儿咬牙切齿，捶胸顿足。你觉得老天爷对你不公平，你觉得你失去的太多了。我告诉你们，这种在心里头跟自己争得失、争输赢的念头是最折寿的。你们要晓得，人为什么会因为失去而痛苦，根子就在于你太傲慢了。你总觉得只要是你眼睛看中的，只要是你手里摸过的东西，那就应该是你的。可是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根本不是你这个小脑瓜能算计透的。易经里有一个卦叫剥极必复。什么叫剥？就是剥夺，就是失去。当一个事物被剥夺到了极点，好像什么都没了的时候，那个生机，那个好运，啪的一下就重新开始转动了，这叫福。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你家里有一个大衣柜，里头塞满了20-30年前的破烂衣服，全是些发黄发霉的烂布头，你死死守着这个衣柜，觉得这都是你的宝贝，谁扔你跟谁急。这时候老天爷要送你一件最上等最漂亮的绫罗绸缎，可是老天爷往你家衣柜一看，连一丝缝隙都没了，这新衣服怎么放得进去？放不进去的。所以老天爷怎么做？老天爷必须硬生生的把你那些发黄的烂衣服给你扔出去。这时候你哭天抢地，喊着我遭贼了，我失去宝贝了，我命苦啊！你光顾着在地上打滚，你根本没看见老天爷其实正捧着一件崭新的绸缎衣服，准备给你挂进去。很多时候你以为的失去，你以为的倒霉，其实根本不是坏事，那是老天爷在帮你清理你人生里的垃圾呀。你丢了一个工作，可能是因为那个工作再干下去要把你的命熬没。你失去了一个朋友，可能是那个朋友是个吸血鬼，老天爷在帮你斩断恶缘。你损失了一笔钱财，破财免灾，那是老天爷在替你挡下了一场大祸。你不明白这个玄机，你死死抱着那些破烂不放手，你当然痛苦。在这件事情上，春秋时期那位被后人供奉为财神爷的范蠡，那是真正把天地气机玩明白了的顶尖高人，他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一堂课。当年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整整20年，终于把吴国给灭了。庆功宴上锣鼓喧天，
文武百官都在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幻想着以后封侯拜相，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范蠡坐在酒桌旁，看着坐在龙椅上的越王勾践，再看看满大殿骄横的将军们，他后背的冷汗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他感觉到了什么？他感觉到了盈满的气机，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福报一旦到了顶峰，接下来就是杀机。宴会一散，范蠡悄悄拉住老伙计文种，两人躲进密室里。范蠡一边飞快地往包袱里塞2件粗布衣服，一边压低声音对文种说：老哥哥，越王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你看他长着个鸟一样的长嘴巴，脖子伸得老长，这种面相的人只能跟咱们共患难，绝不可能跟咱们同富贵。现在大功告成了，咱们就是他眼里的钉子，赶紧走吧。文种一听，急得一把按住包袱，眼睛瞪得通红。兄弟，你疯了，咱们吃了20年的苦，现在好不容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金山银山就在眼前，你要我现在把这些全扔了，我不走。范蠡看着他，悲悯地叹了口气，他不争也不劝了，把相国的大印往桌子上一扔，连夜带着老婆孩子上了一叶小扁舟，顺着大江大河逃得无影无踪，失去了滔天的权势，失去了数不清的钱财，换来了一家人的平安。果不其然，范蠡前脚刚走没多久，越王勾践就派人给文种送去了一把剑，逼着文种抹了脖子。文种死死抱着那对虚妄的名利，最后连命都丢了。范蠡逃到齐国后，改名叫申乙子皮，老老实实在海边带着儿子们开荒种地，煮海水熬盐。他顺应天道，勤勤恳恳，没几年竟然又成了一方巨富，家里的钱多得数不过来。齐国的国君听说他能干，非要拜他为相。这时候范蠡又干了一件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的事，他看着家里堆积如山的财富和送来的相应，对儿子们说，一个平头百姓，家里钱多的用不完，还要当大官，这不是什么福气，这是灾祸的苗头。说完，他立刻把街坊四邻穷苦百姓全叫了过来，一箱一箱的金银财宝就像散发传单一样，全部白白送给了穷人，上千万的家产散得干干净净，一个铜板都没给自己留。然后他又带着一家老小，两手空空的跑到了陶地，再次白手起家做生意。没过几年，他又赚成了天下首富，人称陶朱公。赚了以后，他又散出去，一生中三聚三散。诸位，你想想看，为什么全天下那么多有钱人，大家都不拜，偏偏要把范蠡供成财神爷？因为他根本不怕失去，他深谙老天爷的法则，他知道福报就像是一个杯子，水一旦满了，如果你不主动把水倒出去一点，连杯子都会被撑爆。他主动散财，就是主动失去，主动把杯子腾空。老天爷一看，哎呀，这个人懂规矩，这个人不贪执，于是老天爷就源源不断的把更大的福报倒进他的空杯子里。所以咱们今天坐在底下的老伙计们，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你天天在这儿为了丢了几百块钱，错过了一套好房子，没拿到1个月几百块的退休金补贴，在那儿跟自己怄气，气得高血压心脏病都犯了，你值得吗？你算计了一辈子，你争了一辈子，你以为你紧紧抓在手里的那些东西真的是你的吗？你闭上眼睛好好琢磨琢磨，等你100年之后两腿一蹬去阎王爷那儿报道的时候，
你那套市中心的大房子，你背得动吗？你银行卡里那一串长长的零，你能带走1分1厘吗？你就算是在阳世间争成个天下第一，到了黄泉路上，你看哪只小鬼会卖你面子？既然这世间的一切全都是假有，全都是老天爷借给你用的，那你这辈子来人间走一遭，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你就算烧成了灰也能被你死死攥在手里带走的呢？我告诉你们，答案只有3样东西，但在把这3样底牌亮给你们之前，我非得先把你们心里头那个最大的毒瘤给挖出来不可。这个毒瘤叫什么？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我执。你们要晓得，人活在这个世上最大的悲哀就是把暂住当成了长久，把借来的东西当成了私有。你们摸摸自己身上这件衣服，摸摸自己住的这套房子，甚至你掐一掐你自己胳膊上的这块肉，你觉得这是你的吗？你如果是这块肉的主人，你让他不要长皱纹，他听吗？你让他不要生病，不要衰老，他理你吗？他根本不听你的招呼。你这副肉身不过是你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旅行，老天爷临时租给你用的。一辆车罢了，车子开个几十年，零件老化了，报废了，你就得下车。连你天天摸得着看得见的身体都不是你的，你居然还会觉得存折里的那些数字，铁皮柜子里的那些房产证是你的，真是荒唐透顶。我认识一个赵老太，那叫一个精明，那叫一个抠门，她这一辈子把我的这2个字刻到了骨头缝里。年轻的时候，为了争娘家老宅子多出来的那5、6个平方，她跟亲生弟弟在院子里指着鼻子对骂，把老母亲气得住进医院。结果她赢了，那间小破屋归了她，但她这辈子也跟娘家人彻底断了来往。后来结了婚，生了儿女，她对家里人一样像防贼，去菜市场买菜，为了2毛钱的葱花，他能扯着嗓子跟小贩吵半条街。女儿给他买2斤排骨，他第一件事不是高兴，而是翻出购物小票，带着老花镜一行一行的对账，生怕女儿偷偷多藏了他的养老金。到了70多岁，老伴走了，他一个人守着那套大房子。他在床底下藏了一个半人高的大铁皮保险箱，足足有200多斤重。他把这辈子挣来的房产证、金戒指、厚厚的几摞现金全锁在里面，那钥匙被他用一根红绳拴着，死死挂在脖子上，洗澡都不摘下来。每天夜里睡觉，他非得伸手摸一摸床底下的那个铁疙瘩，听见那声冰冷的金属响，他才能勉强闭上眼睛。他觉得只要这箱子在，他就有底气，这些全都是他的命根子。可是结果呢？诸位你想想看，人算怎么可能算得过天道？老太太75岁那年突然开始忘事，去医院一查，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这病发作起来快得很，没过半年，这老太太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眼发直，嘴角甚至还流着一点口水。有一天，儿子急用钱带她去医院交住院费，翻遍了家里找不到存折。儿子蹲在他面前焦急地问：妈，你脖子上的钥匙呢？保险箱的密码是几号啊？老太太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焦急的中年男人，眼神空洞得像一口枯井。他反问了一句：你是谁呀？你要偷我的东西吗？儿子没办法，急着救命，只能叫来开锁公司，拿着大铁锤和电钻，咣当咣当，火星子4件，几锤子下去，那个他用尽一生去守卫，
连做梦都怕人抢走的铁箱子被砸了个稀巴烂，箱子开了，红彤彤的票子，明晃晃的金子全摊在地板上，儿子在旁边忙着清点。可是赵老太呢，她就坐在不到2米远的地方，看着地上那些钱，突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伸出干瘪的手指头，捡起一张钞票，像个3岁小孩一样就要往嘴里塞。在她的脑子里，那些她曾经为了她跟兄弟反目，跟儿女结仇的财富，现在跟一张废纸，一片树叶，没有任何区别。你们看看，这就是天道最冷酷也最公平的巴掌。你这辈子费尽心机，把所有的感情和福报都用来换这些破铜烂铁，可是老天爷只要在你的脑子里稍微拨弄一根神经，你用尽一生建立起来的我执瞬间就灰飞烟灭。你自己连自己是谁都忘了，你还在乎那钱是谁的？所以各位老伙计，别再死死抓着那些带不走的东西了，你真正能攥在手里，哪怕跨过奈何桥，喝了孟婆汤，依然烙印在你灵魂深处的只有这3样东西。第一样是你的经历，你这一辈子走过多少泥泞的路，吃过多少暗亏，流过多少眼泪，又在这苦难里头品尝过多少甜头。你年轻时候为了养家糊口去拼搏的那些汗水，你挨过的饿，你受过的冻，这些跌宕起伏的经历，把你这块粗糙的石头打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你生命里实打实的质感，谁也抢不走，谁也替不了。你最后躺在病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的，绝对不是你存折上有几个零，而是你实实在在经历过的那些爱恨情仇和春夏秋冬。第2样是你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你在学校里念了几本死书，不是你懂得怎么算计别人，多占2块钱的便宜，那是小聪明，那是造业。我说的智慧是从你那些血淋淋的经历里头顿悟出来的通透，是你被人坑了之后突然明白了人性的软弱，从而生出的那份宽容，是你失去了一个至亲之后看透了生死无常，从此不再为一个破碗掉眼泪的洒脱。这种把世间万物看破看透，却依然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的明白劲儿，这叫真智慧。这种智慧一旦生出来了，就变成了你灵魂的光。第3样也是最要命的一样，就是你的德行。佛法讲得很清楚，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什么是业？就是你这辈子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在宇宙这本大账册上记下的账。你大冬天给路边的流浪汉买过一个热包子，你看到邻居2口子吵架，你上去说了几句公道话，把火压下来了。你在单位里不跟同事争功，默默把最苦的活干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给你换来钱，也没有给你换来面子，但它变成了你身上的一团和气。这就是德行，这就是善业。反过来，你坑了别人一笔钱，你背后嚼了别人的舌根子，你为了争家产气死了老父亲，你以为没人知道，你以为你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我告诉你，天地之间有杆秤，这笔黑账全记在你的灵魂底色上了，这就是你的恶业。到了最后，你的钱留在了人间，但你的德行和业障会像影子一样死死跟着你。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这辈子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到底是子孙满堂还是晚景凄凉，全看你这辈子攒下的是善业还是恶业。你们明白了这3样真正属于你的东西，你看破了外头那些房子车子全是假借来的，
你那个悬在半空中的心是不是就踏实一点了？你是不是就不那么害怕失去了？可是有些老伙计要问了，南师啊，道理我们听懂了，知道不该争，知道争来的也带不走，可是这日子还得一天天过啊。明天早上睁开眼，儿媳妇又给我甩脸子了，老伴又开始唠叨了，去买菜还是会被人坑。我们在这红尘俗世里，到底该怎么管住自己这张嘴？到底该怎么转这个念头，才能给自己和子孙后代积点福呢？我告诉你们，真想给自己和子孙后代积福，把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业障化解掉，其实根本用不着你花大价钱去名山大川烧什么头炷香。真正的修行绝不是让你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坐，而是就在你每天出门买菜、回家做饭、跟老伴拌嘴的这些琐碎日子里头。这也就是我今天要教给你们的几个救命招。你们只要把这几条最朴素的规矩刻在脑子里，遇到事情的时候照着做，我保证你这个晚年福气就像泉水一样咕噜咕噜的往外冒。首先第一招叫做管住嘴，慢半拍。你们要晓得，人这辈子造的业80%都是这张嘴惹出来的。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口业。你想想看，你平时在家里头，老伴买回来的青菜烂了半边，或者儿媳妇在网上胡乱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你看见了，心里那个火气是不是蹭地一下就顶到脑门子上了？你张嘴就要骂，非要数落他们一顿才痛快，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千万别由着性子说你要干什么，你要在心里头默念3个数，把那句马上就要喷出来的难听话硬生生的给我咽回肚子里去。你咽下去了，你可能会觉得心里有点憋屈，但是你马上要在心里默念一句转运的口诀，真赢了道理，输了福气，和和气气，留住财气。你就笑着跟老伴说一句，哎呀，买都买了，下次注意就行了，放那儿吧。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试一次看看，家里的气场马上就柔和了。你不去争这个对错，老伴心里舒坦了，儿女觉得你这个长辈通情达理，那个家庭的温馨马上就回来了。你这一退让，就等于是在你家的功德簿上狠狠地记下了一大笔福报。第二招，咱们说说遇到倒霉事，失去东西的时候到底该怎么转念。咱们很多老人家出门坐个公交车或者去个菜市场，一摸兜坏了，刚取的500块钱丢了。又或者去医院体检，大夫拿着单子说你哪儿长了个结节，要长期吃药。哎呦，这一下子简直觉得天都塌了，回到家连饭都吃不下，逢人就诉苦，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倒霉的人，怨天尤人。我告诉你们，遇到这种所谓的失去和倒霉，你立刻要在心里大声默念一句话，失去了就说明它本来就不属于我，老天爷这是在帮我挡祸。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要换个角度想，你丢了那500块钱，你马上告诉自己破财消灾，老天爷这是拿着500块钱替我挡了一场可能让我摔断腿住进 ICU 的大灾祸，这500块钱花得太值了。你这么一想，你心里还难受吗？你是不是反而觉得老天爷在暗中保佑你，甚至想去给老天爷磕个头？这叫什么？这就叫转念，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你如果不这么转念，你天天在家里心疼那500块钱，气得整宿睡不着，最后血压飙升，脑血管崩了，住进医院花了2万块，自己受罪还要拖累儿女，你说到底哪个是福，哪个是祸？所以遇到一切失去，
马上转念感恩，那股坏运气到这就彻底被打断了。第三招是怎么对付你自己那个讨债的心思，真正在生活里做到尽人事听天命。现在很多老太太老头子天天起早贪黑地去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带孙子，累得腰酸背痛，可是干活的时候呢，嘴里不停地抱怨老了还要给你们当老妈子，你们还不领情。只要儿子儿媳妇稍微有一点不如他的意，哪怕就是吃饭的时候没夸一句今天菜炒得好吃，他就觉得天理不容，觉得儿女全是白眼狼。你这样干活，你干得再多，累得再狠，全成了恶缘。为什么？因为你是在用付出去讨债，你在争那个回报。你要怎么做才叫尽人事听天命？你去给儿女帮忙，你要在心里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我这是在尽我做长辈的本分，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干的，我不图你们任何人的一句好话。你把地扫干净了，把热乎乎的饭菜端上桌，这就叫尽人事。至于儿女是夸你做的好吃，还是因为工作太累根本没胃口吃，甚至嫌你今天盐放多了，那是他们的事，随他去，这就叫听天命。你要做到绝不生气，绝不去争那个你应该感谢我，你应该顺着我的理。你把这个要求回报的心思一掐断，你猜怎么着？儿女根本感觉不到压力，反而会觉得你这个老太太是家里最大的福星，反而会打心眼里孝敬你。你越不争这个回报，老天爷越是把孝顺的儿女、和睦的家庭送到你身边。第四招，也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给自己做个灵魂大清扫。人这一天在外头看了多少不顺眼的事，听了多少不顺耳的话，心里头就像那个沾满了灰尘和泥巴的镜子。如果你就这么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带着对明天买菜还要涨价的算计上床睡觉，那你这一个晚上都在地狱里头煎熬，你的五脏六腑都在被这些毒气腐蚀。我教给你们一个睡前保命的法子，你躺在平平整整的床上，闭上眼睛，花上个3-5分钟，把今天遇到的人和事在脑子里快速的过一遍，然后深深的吸一口气，再缓缓的吐出来，把脑子里的那些算计，那些害怕失去的恐惧，全随着这口气吐得干干净净，像个倒空了水的杯子一样。你最后告诉自己，老天爷安排的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今天过去了，不管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全都不重要了，全都不属于我了。你带着这样一种干干净净的放下的感恩的心情入睡，我跟你讲，你那一晚上的睡眠抵得上吃10副名贵的中药，你睡得踏实了，经脉顺畅了。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来，你一睁眼，你就是一个百病不侵、福气满满的全新的人。你只要把这4招落到实处，你这辈子剩下的日子，那就是在给自己、给儿孙往那个福报的银行里头存钱。好了，今天我在这啰里啰嗦讲了这么大半天，我知道你们有些老伙计年纪大了，记性不如从前，听了后面就忘了前面。为了你们的晚年能真真切切的得点实惠，我在最后啰嗦一遍，你们把这几句救命的话死死记在心里，这辈子打死也别做这几件事。在家里头千万别跟老伴争对错，别跟儿女摆长辈的架子走出门去，千万别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穷富，争那个虚面子。到了社会上，别跟比你强的人争功劳，更别跟发臭的小人去讲道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千万别为了失去的那点钱财
错过的那些机会跟自己较劲。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凡事只要你动了真的念头，你身上的那个福气立马就漏了。你要记住，房子车子全都是借来用的，真正属于你的只有你经历过的苦难，你熬出来的智慧，还有你一点一滴攒下来的德行。遇到破财了，倒霉了，马上告诉自己，失去了就是不属于我，老天爷这是在帮我挡灾。想发火骂人的时候，心里默念3个数，把话咽回去，给儿女干活别图他们的一句好话。每天晚上睡觉前，把心里的怨气清扫干净，在心里头原谅所有人。你把这些做到了，你自己的命就算立住了，灾祸就找不上你了。但是如果想要你家的福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护佑你的子孙后代，你还得懂得法布施。我告诉你们，这世间最好的风水根本不是你花几万块钱请个先生，去家里摆个什么物件，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这颗善良的替别人着想的人心。最大的改命就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的因。你想想看，你今天听懂了这些道理，你心里头的疙瘩解开了，舒坦了。可是你身边还有多少老伙计、老姐妹，甚至咱们的下一代，还在为了几句闲言碎语急得半夜睡不着觉，还在为了争一点点家产闹得上法庭，气出脑出血。你在这个时候哪怕只是动动手指，把今天这个内容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看一看，你这不是在凑热闹，你这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的一句善意提醒，或者一次不经意的分享，可能就让对方少造了一场口业，少走了一条弯路，少败了一次家运。这个功德有多大，不可估量。这就叫做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帮别人化解了心里的毒气，老天爷自然会把这股祥和之气回向到你自己和子孙后代身上。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实话对你心里头有那么一点点触动，一点点帮助，请你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你每一次的分享和转发，全都是在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积攒实实在在的福报。最后我还要教大家借一借天地的事，大家看完之后可以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上一句心若不争，福报自来，或者写一句一切随缘，得失随喜。你不要小看打出来的这几个字，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能量的。你想想，如果千千万万个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在评论区里留下善念，这千万人汇聚起来的能量场，那个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写下的每一句祝福，最终都会变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护身符，完完整整的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